昨天晚上充值了手机卡，充进去的钱不见了。今晚将是艰难的一天。越南官网上面说的，他3个工作日出签，未必是真的3个工作日。我就经历了4个工作日，所以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朋友们好，我是小林。今天我就要离开大乐前往芽庄，然后再去胡志明。明天早上的飞机从胡志明飞往我们中国的海口。这次回国主要是参加一个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咱们再来越南。有2件很悲催的事情忘记跟大家说了。第一件事情呢，是我把护照留在了芽庄的酒店那边，所以我今天还要去芽庄去取一下护照。第2件事情是我昨天晚上手抽，因为我算了一下我的电话卡流量的话，可能是今天到期，所以昨天晚上我有点慌，去他们的就是电信那个官网去充值，我是用 Visa 卡充值的。扣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充到这个手机卡里面去，我就纳闷了，我怎么就手抽呢？真是！现在我已经在大乐这个车站了，在福塔这个车站。福塔这个车的买票呢，并不在我之前说的那个软件里面，在他们自己的软件。主要是他们一个城市会有好几个车站，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哪一个车站是离市中心更近一点的，只好一个个去查。开始装行李。买的票都在这里面，我要给他刷一下2维码。这个是我的，跟其他那种豪华大巴不一样，福塔公司的卧铺它有3排，它的铺位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一点，但是它的票价呢是经济实惠，还有高接送。哈哈，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没有人知道我躲在里面干了什么。开车了，开车了，艰辛之旅正式开始。一眨眼的功夫就到芽庄了，你们看起来是一眨眼，我可是经历了4个小时。到了几天前住的这个5星酒店，咱们问一下，应该是护照在的。护照，我忘记护照了，我把护照留在这里。哦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给我杯的饮料。哦，那个泡面3万啊！我以为是免费的。OK， 那个泡面其实我还没吃，朋友们。哦，好喝。咱们这边歇会，舟车劳顿。护照拿回来了，朋友们，在这边存了1个星期了，走的时候忘记拿了。因为越南的好多酒店啊，它要么是压现金，要么是压护照放那儿。如果压现金的话，我就懒得回来了。下面来解决第2件事情，就是我昨天晚上充值了手机卡，充进去的钱不见了。到了这个电信运营商，我们进来问一问清楚，可能要跟他说，这 OK。看来这有点麻烦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呀，不行的话，我看一下能不能打电话给中国的银行，让他这笔交易取消。他们估计也很纳闷，一个外国人怎么可以用他们这个网站，用的那么溜，还充值了，还扣款了。现在看看怎么处理吧。我刚才有打电话给中国银行卡那边，他说这个钱已经扣成功了，但是取不取这个钱就取决于他们这个运营商要不要把这个钱给取出来，就是已经扣到第3方机构。如果他们这个运营商不取这个钱，到时候呢，过一段时间，过几天会退回来。所以呢，这个决定权呢是在于这个运营商，所以要跟他们运营商去沟通一下。我真是手贱，为什么在网上去充值呢？真是的。现在是跟他们已经沟通好了，他们就是这个通讯运营商呢是不会把这个钱从第3方那边取出来，就到几天之后呢，这个钱就会退回给我，然后我这边再给他充值办理下个月的，因为下个月我还会回来嘛。Finish， 办好了，搞定了这2件事，我突然间放松了，所以我来洗头了。这家店我也是走的时候随便路过的，看起来这里面的环境还可以，但又不是特别高档那种。然后就问洗头多少钱，他说30分钟是10万，这折合人民币的大概是27、28块钱。
我就跟他说8万，大概折合人民币就是22块23块钱。我是不是太会讲价了，朋友们？他给我拿来了这个做指甲的价格表。越南语的中国不是 China， 而是中国。这个老板还真会做生意。我一进来的时候给我叫价10万，我讲价8万，同意了。结果给我推销做指甲，因为我的指甲已经很久没做了。这个就是啊，先把顾客吸引过来。他要是到那个时候不给我这个8万的话，那就是损失了一个顾客做指甲了，对不对？这指甲也长了好长了，被我剪过一次。美甲做完了，大家看还好看吗？我觉得这个好看是好看，怎么有种得了灰指甲的感觉？做了一个灰指甲，还可以，挺好看的，挺低调的。今天咱们不如就简单吃个路边摊就算了啊，吃个路边摊。How much? How much? 250. Fresh? Very better, barbecue. So soft lamb you eat. For one, 300. 准备去车站了。我发现旅行久了，这个包越来越轻了。以前背上去很困难，现在轻而易举。走了走了，打了一辆车。原先啊，就是这个富塔公司会过来接的，我已经约好了。但是今天很特殊，因为外面交通戒严了，不来接，我只能去他们的一个叫 office。现在还有10分钟。Go go go！ 现在时间只有6分钟，希望赶得上吧。到了这个富塔公司的办公室，过了3分钟，应该问题不大。这边是要负责接到车站去的，这边是都是等着去车站的。Wait here. 哦，还好赶得上，我在这里等。今晚将是艰难的一天，想想就头疼。大概是凌晨6点到，然后马上打车去机场，然后办登机，然后上飞机，然后再转机。好折腾，第一次坐副驾驶哦。晚饭没吃呢，朋友们，饿肚子了。刚才那龙虾没吃，因为来不及了，要赶时间，龙虾没吃，好饿现在。贴了一个条在我包上，上车换鞋。我们这次坐的是这个座位，第一个座位。明天早上凌晨6点到。哎呀，今天不能剪视频了，就是旅行在路上偶尔会断更一下。帘子一关，谁也不爱。朋友们，凌晨4点啊，到了一个地方。OK， 现在要转一辆车，应该是往市区方向的接驳车。坐公交车下车了，然后赶紧吃一点东西。现在是早上的快5点哦，居然现在就开门了。昨天晚上不是没吃东西嘛，然后肚子好饿。加上如果我去机场的话，我不知道能吃到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赶紧吃一点。一碗简单的汤粉儿，有虾跟猪肉。凌晨4点吃早餐，可能这辈子都难得有几天早上是这样的。好选好选，不香的香菜。吃完打了一辆车去机场，来了，可能就是这一辆了。你好。啊 ，China。胡志明这个地方呢，等咱们下次来的时候再好好探索。下次得好好探索这个地方。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是第1大城市，而且很多东西将颠覆你的认知。先预告一下。打个车去了10万多一点。这个机场有一点诡异，你们看，车都摆到外面来了。真是在越南旅行就不要怕你到个地方没得吃，
到处都是吃的。这个设计跟一般机场都不一样。看外面还有椅子，貌似现在还不能值机呢。找个地方蹲一蹲。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喝咖啡，买了一杯咖啡6万，不然的话，这边机场都没有座位了，都被这个过夜的人给占满了。这次回国啊，没有回家，主要是去海口去参加一个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咱们又会回到这个胡志明。几天后Several days later.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几天以后，我现在是在成都的天府机场。这几天的时间，我回国主要是处理一些事情。我本来想就是很顺利的话，回国几天，然后再次出现在胡志明机场。没有想到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不是出了越南吗？如果我再进越南的话，那个是单次签证；如果再进的话，要再申请一次签证。好，但是呢，在越南境内你是没有办法去申请电子签的。所以呢，我在到达中国之后，马上就开始申请电子签。但是那个时间点呢是周五，那么星期六跟星期天是不上班的，然后正常出签是3个工作日，今天是第4个工作日。而我买的机票正好是这第4个工作日的7点半，晚上7点半，直到飞机起飞的那一刻，签证都还没有出来，所以我就停留在这个机场。我想，如果今天晚上出来的话，今天晚上凌晨3点还有一个航班，我就买凌晨3点的航班。结果就是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签证出来了。给你们看一下。在重新买机票的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下单的时候，这个机票价格是570，但我在用信用卡付款的时候，刚刚被告知我的信用卡已经到期了，不能付款，新卡在邮寄当中。于是我又换了一张卡，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价格又涨了100，心一硬，都痛啊！这莫名其妙就损失了大几百。这件事告诉我们，越南官网上面说的，他3个工作日出签，未必是真的3个工作日。我就经历了4个工作日，所以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还有一个，昨天晚上我是在网络上面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些人可以帮忙，就是可以催签。但是我思来想去呢，这个可能会比重新买机票更加不靠谱一点。因为如果我把钱打过去给他们，他们要是没有办怎么办？所以我静静思虑在上，还是准备在机场这边等到飞机飞走了。这时候签证就刚刚好出来。我的朋友说我每次都玩这么刺激，每次都玩这么极限。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回国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就是那种就迫不及待的很想再出去再去拍视频，就不想耽搁的时间太久。这看到这儿了，有没有人不点赞的呀？而且我第2个航班啊也太红眼了，凌晨3点飞，然后到了越南那边是当地时间是凌晨5点到。又回到了胡志明机场。越南的旅程继续。这是昨天晚上我在成都机场买的便当，跨国便当，加上越南的咖啡，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早餐。这次在机场入境特别的丝滑，我就拿着电子签和护照还有照片2张递过去，什么话都没有说，收了我的材料之后呢，就我大概就等了有10来分钟吧，然后就叫我的名字，就拿那个签证，特别的丝滑。这边提醒一点哦，一定要带照片，如果不带照片的话，他帮你拍照一次是5美金。越南咖啡现在有3种，一种是纯黑咖啡，那个苦的要死，还有一种是上面炼乳，然后上面是黑咖啡，搅和就变成牛奶咖啡。我喝的这种呢是越南最近就是风靡整个越南的盐咖啡，它上面是有一层咸的奶油，我觉得这个最好喝。你们知道吗？昨天晚上登机的时候又有故事。我那时候百无聊赖的在那个值机那边走，因为时间还没到，不能值机。随后就跟一个小伙跟一个大妈聊起，
聊着聊着，我就把我的中转免费酒店秘籍告诉他。他本来要睡机场的，后来得到我的秘籍之后，立刻去住了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另外还有个大妈说，她女儿在泰国嫁给泰国人，然后被家暴。他在寻求我的一些帮助，我给了他一点建议。所以我是觉得，跨国婚姻你们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胡志明机场怎么坐车到市区呢？大家千万不要打车，也千万不要打网约车。对面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小车车，看到这个福塔的109了吗？这个就是去市区的车。50, okay. Let me see. You need buy one ticket for your luggage and one ticket for you. One ticket luggage. Your bag, yes. Okay. So 30,000 total. OK。那这个行李要加收一个人的钱，所以总共是3万。本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行李的话是15000。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了我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的内心是这个样子的。这2天每个晚上就睡2-3个小时，好困，巨困。我待会到青旅马上去睡一觉，然后到了晚上带你们去看看范武老街。C 贡你好，越南虽然它在我们国家的南边，但是他们这儿真的气候还挺好的，不怎么热。那现在很多人都还穿着长袖呢。胡志明是越南的第一大城市啊，各位，这就好比咱们的上海，那是一个经济中心。每次我拿越南的很多城市来类比咱们国家的，比如说深圳啊、桂林啊，总有人要说，比我们深圳差远了，比我们桂林差远了。我的意思是跟咱们国家的城市去比吗？我的意思只是说，它相当于上海在咱们国家当中的一个位置、一个地位，并没有把它跟咱们上海做比较。所以我觉得网上一些人不要总是爱比较，天天的把咱们国家的很多东西跟其他国家去比，天天比较，累不累啊？我很佩服越南人的一点是，什么东西都能卖，随便一个摊，你看特别多小摊摊。胡志明是一个既有烟火气又有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摩托大军也是整个越南最恐怖的，因为他们人口多。下公交车了，现在准备去青旅。到了青旅开箱环节，椰子2万一个，来个尝尝。他把椰子只装到杯子里了，这样我方便带走喝，真不错啊！把椰肉都挖出来了，舒服，纯正。Time checking at 2 But I booked the last night. Last night my flight delayed. I'll let you know the check out at 11:30. Maybe I Stay one more night. stay three nights. Okay. Thank you. 拿上浴巾跟钥匙，在这边上去。房间里面还挺宽敞的，虽然是8人间，但是空间很大。我好像貌似睡的是上铺。这个床也挺大的。这是一个女士的卫生间，马桶，洗澡的地方，妥妥的干湿分离啊，朋友们。下面就是这个青旅的公共区域了，还挺大。不过呢，它这个公共区域是没有空调的，只有房间里面有空调。刚才在青旅里面睡了一觉，满血复活啊，朋友们。现在准备去觅食。现在我的情况是午饭没吃，晚饭也没吃，现在是晚上的8点半。我每次吃饭前给大家前情提要一下，我今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为什么我会这么饿啊？刚才我也在地图上找了非常多可以玩的、可以吃饭的地方，非常多。重点是，你们知道吗？在胡志明有非常多海鲜自助餐厅，居然龙虾还是标配，这你受得了？我们现在先浅浅的逛一下胡志明，是米其林哎，yes。
and a sausage one。我点了一个最贵的，然后加上一根香肠。不许说我能吃，不许说我能吃，不许说我能吃。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来吃饭吗？因为我要剪视频的。噔，来看看我的这份豪华版，还有那个猪排骨，还有一根香肠埋在底下。这个可能是看不出来是啥东西，应该是煎蛋那个类似于蛋类的东西，还是非常美味的样子哦，米其林呢。如果我是很普通的，跟咱们国家路边很多卖卤货的味道有点类似，有点甜甜的。毫无环境可言，就是在这个狭小的巷子里面。哇哦！咱们是不是也喝一杯小麦汁饮料啊？我觉得我越来越接近于主战场，前面实在是，我已经看到前面已经闹翻天了。哇哦！我觉得这里面充斥着一种气息。就是那个演奏的那一家，咱们去那家喝一个小麦汁饮料。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那个场面，那个阵仗。我也不知道视频出来之后会不会被限流，但是我总给你们开开眼吧，对吧？我觉得吧，正经唱歌总比那些扭来扭去好多了吧。而且这边的价格也还可以，它一瓶啤酒呢是7万，是那个进口啤酒，大概折合人民币是20块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甜甜的。放我老街真是太疯狂了，有点颠覆我的认知，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像这种喧闹的地方啊，可能喜欢的人很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待久一点就会难受。不像我个人比较喜欢安静一点，所以这种地方不宜久留。好了，今天咱们就浅浅的看一下胡志明。那么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将对胡志明进行一个深入的探索跟探访。我是小林，现在正在环球旅行第11国越南，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下个视频见吧，拜拜喽。